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心之战》第一赛季大秘副本攻略的第2期，我是亚子。那今天要讲的副本呢是格瑞姆巴托。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呢，我就浑身颤抖。有玩过 4.0 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这个副本当初是多少人的梦魇。那理所应当呢，他在这一次的大秘境呢，难度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那这个攻略呢，会教你如何应对这个副本比较困难的机制。那其实呢，讲解副本攻略本身就是一件比较沉闷的事情啊。我已经尽我所能让这个影片看起来有趣一些，因为我也不想做成可能短短几分钟，然后一条一条很公式啊，然后跟你说哪些技能是干嘛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无聊啦。所以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呢，麻烦各位帮我订阅一下，然后直接分享给你身边还不会打的亲朋好友，这样呢你就不用再浪费时间跟他讲解机制了，还可以让我赚一点点阅，让我们一同享受双赢中的双赢，岂不美哉？好，那开场呢我们就看到一头守门怪，分别是2只近战怪呢跟1只法系怪，这2种怪呢我们等等都会遇到。这只目光蛮族呢是近战怪，它一共有2个技能，但是都不是太重要了，就随便讲一下。粗暴灰级呢是打坦的 Tank Buster， 伤害非常高，打我一下喷了快40%的血，要记得开减伤吃。对了，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副本呢是专门来虐坦克跟补师的，所以如果你是玩坦补的玩家呢，贴心小提醒哦，开打之前呢最好准备一个备用键盘在旁边。那这一只怪的下一招呢就是一个要闪开的地板机，这招叫做黑曜践踏，看到呢记得闪开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难度。下一只怪呢，目光换地者，这就是这一区的法师怪了。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盯好它的集体征战哦。这个技能只要被它放出来呢，它就对全队的玩家造成一个高额的法术伤害，所以一定是要优先打断的技能。还有你们看到这招的读条时间算是还蛮长的，而且这里要打断怪呢，应该也只有这招，所以非常的简单。好，那往后走呢，我们就会看到一只很可怜哦，整个区域可能因为预算问题，唯一一只没有获得模组更新的小怪——目光毁灭者，是一只目光飞龙哦。这真的如果打 M 加可以跟刚刚门口那群怪一起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打嘛，所以就拉的比较保守一点。这只怪的第一个技能呢是这招慧影之风，这个技能呢它会对周遭的玩家呢造成一个暗影伤害，并且把他们给击退。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副本的场地中间呢有一条细细的悬崖哦，你只要一不注意，很容易就被他这招给击退下去。所以看到他放这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位置哦。然后坦克呢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拉在门口附近的这个位置卡枪，这样一来呢，你可以直接背对墙壁输出，不会被击退下去。2来呢，你还可以直接过门卡视角，直接规避掉这招的伤害哦，非常爽。坦克大大的们一定要学会这招哦。那他的下一个技能呢是这招目光实验，被点的玩家身上会有一个 dart， 头上呢会有一个大大的箭头，然后在 dart 持续期间呢，这个玩家会持续在他脚下放止水哦，所以就是持续的保持移动，然后补士刷好，这招的伤害还蛮高的哦。那打掉它之后呢，继续前进。这里的怪呢跟我们刚刚遇到的龙人怪都差不多，但是这里呢会多出一只怪哦，就是这只特别大只的目光监督者。这个游戏这种特别大只的怪呢，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嘛。它除了会对坦克上破甲之外呢，它还会一招不能被断法给咆哮。这招呢会让它周遭的所有小怪造成的伤害呢提升20%，但受到的伤害呢也会提升10%。那这一区的小怪呢，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就是虐坦。所以你如果装备不是很好的话呢，就分个2波拉，不然层数上来呢一定很容易倒哦。而且不要忘记呢，这里还有刚刚打坦很痛的近战怪。那把这一区的小怪全部清掉后呢，我们就会触发一个 RP 事件。这个 RP 事件呢，绝对是魔兽世界所有副本里我认为做的最经典又最让人玩的上头的一个。这里每个人呢都要骑上一头红龙，然后我们在空中呢就可以用红龙的技能呢去喷路径上的小怪。红龙呢总共有2个技能，你的1号技能是一个高伤害的技能，但你总共呢只能丢5次。那可想而知呢，我们这里就要把最珍贵的1号剑分配给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了嘛，对不对？那第一坨呢，我最推荐喷的小怪就是左边走到的这个位置，这里会有很多的龙人怪，还有刚刚会推人血很厚的目光毁灭者。这里有时候呢会有一组巡逻经过，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喷。那第二坨呢就是一往正前方的这一群怪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站着2只身材魁梧的监督者，还有很多的近战跟法师怪。那把你的1号剑呢锁定好这2群怪就对了，剩下的怪呢就狂滚2号剑哦，你们能喷多少呢，你们就赚多少。那喷完之后呢，把剩下的残党清一清哦，这里应该都是刚刚遇到过的怪物啦。而且这时候他们应该都是半残了，就开个无双快速清到翼王前面。好，那走着走着，我们很快就来到翼王昂布里斯将军。这个王的模组我记得本来是这个游戏里有唯一一只目光龙人将军的模组，就像黑衣之草翼王那样，但是是蓝紫色的，还会冒烟的，非常的帅气。但是在这次重置过后呢，他不仅全身上下去整了个容，就连肤色呢也整得相当的政治正确，尤其反映了我们动视暴雪对 LGBTQ 尊重的态度。好，那这只王呢，它的技能呢非常非常的简单，跟这个赛季的所有 BOSS 比呢，我认为呢它都是前3简单的。第一招是这个号令咆哮，它在唱完这招后呢，除了会对全队造成一个不小的伤害外呢，还会在场地外围呢召唤很多的目光龙，然后这些飞龙呢就会朝场地树的方向突袭。这时候呢，整个场地呢只会有一条直线是安全的哦，我们就慢慢的移动到这个直线上的安全区就可以了。
这招的反应时间呢，我认为是非常长的。但是这个技能呢会跟王的另一招技能联动，就是这招延时尖刺，它会在3名玩家的脚下放一个 AOE， 然后在地下流上一滩水。由于刚刚的土形呢是竖着场地喷的嘛，所以我们在放这些 AOE 的时候呢，就尽量沿着场地横着放，这样在躲土袭的时候呢，就不会有空间不够的问题了。那不要学画面上这样，因为在录影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第一次打不知道。那最后一招呢，就是耳熟能详的 Tank Buster， 这招叫做劈炉，是一个毒条，然后会一直追着坦克砍，就开到井上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非常大碗的一个便当。那打掉它之后呢，从后面的小门进去，我们就来到2王的场地了。这里呢会有3群这种有熔岩巨人加上好几只法系怪组成的小怪群，我们来逐一介绍他们。首先这个巨人呢，他会放这个熔火苏醒，你们可以看到像画面上这样哦，他会炸全队一个 AOE。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 AOE 它会使全部人受到的火焰伤害呢提升 20%。这个效果呢，它就会跟自己小怪的其他技能的产生联动。像这个欺诈者，他会放这个暗焰剑跟灼烧心灵哦，这2招呢应该都是火焰伤害。暗焰剑不用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单体法术伤害技能了，有打断再打断就可以了。有法反的呢，也可以用法反。那灼烧心灵呢，是这里要重点打断的技能，它会引导一个玩家持续对这名玩家造成一个很高的伤害，并且把它给晕住。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场地会一直有这种要闪开的环境 AOE， 所以如果这招不及时断法的话呢，你很可能就会被晕住，然后吃到地板的 AOE 暴毙身亡哦。所以一定要确保你们队伍留有足够的断法呢去断这一招。而且这一群怪呢，总共就会有3只欺诈者哦，所以如果你们都拿去断暗焰技呢，打断到最后可能就会不够用，所以要注意。然后还有巨人呢，还会对坦克放一个 Tank Buster， 叫做熔火之拳。这个技能呢也会吃到刚刚的20%以上哦，所以坦克呢也要留好减伤应对哦。那往前走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3只为一组的小怪，分别是2只目光烈焰撕裂者，加上1只前面碰过的换地者。这个撕裂者呢就是一个近战怪，他也会一个 Tank Buster， 知道打到坦克身上后呢，还会在坦克身上留下一个 Dart 哦。然后呢，他还会一个要闪开的头前的 AOE， 这叫做燃烧的暗焰，提示非常的明显。应该呢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然后他劈完 AOE 之后呢，还在底板上留下一滩水，就记得不要踩到就行了。好，那通常你们打到这一群怪的时候呢 ，BOSS 就会开始从对面慢慢走过来。有没有看到像画面上这边？他一开始呢就是在对面发呆，但是这个 BOSS 呢会时不时在这个场地来回走动哦。走到场地的尽头后呢，就会停下来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回去。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场地上还有很多群的小怪，而这个 BOSS 呢，因为机制会用到场地的原因哦，我们至少还要再把一群怪给清掉呢，才会比较好打。但这时候呢，如果你直接开小怪，你们会有非常高的几率有 ADT 到 BOSS， 这个设定呢真的非常的恼人啊！所以这时候呢，你们会有2种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清完第一群巨人小怪跟后面的3人帮之后呢，直接拉 BOSS。但是这个打法在层数比较高的时候呢，你们的场地可能会不够用，所以我比较推荐的是，这里坦克可以在打完小怪之后呢，像我这样子直接拉 BOSS， 然后跑出2王的场地，把 BOSS 给重置掉哦。重置后的 BOSS 呢，就会直接重新刷新在对面了。但是他之后呢，一样还是会走过来，所以就把握时间，快速把后面要新的小怪给清掉。好，那我们来介绍2王哦。2王锻造大师这个 BOSS 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哦。整场战斗中呢，他会换3把武器，然后他每次换武器的时候，都会持续对全队造成一个很痛的 AOE 伤害，所以补身的这里要稍微顾一下。那开场后呢，他会照的第一把武器是斧头，这个斧头呢会点着放一个要闪开的头前的 AOE， 然后在他劈完之后呢，他就会在场地上留下一个永久的岩浆。这个如果你打过横龙黎明的提友，应该都知道怎么应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机制。就是全队人尽量朝场地边边去站，去bait这招，进而去减少这个岩浆覆盖的范围。那他的下一把武器呢是双刀，双刀模式下的 BOSS 呢会对坦克放我不能说的那一招。如果你不想要变成闪耀魔眼的话呢，记得开好减伤。然后这个模式呢，它会对随机一名玩家放一个 Dart， 这招我可以说了，叫做熔火火花。在效果结束后呢，它会在该玩家的脚下放一滩会逐渐扩大的岩浆。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这个网会需要用到大量的场地了。打到后面的这个岩浆甚至会覆盖满整个平台哦，所以这算是一个软狂暴机制。那王的最后一把武器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巨锤瑞斯。在这个阶段的王除了体型会变大，走路会变慢之外呢，但凡他只要一碰到你，他就会直接送你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坦克就要快速远离并风筝好 BOSS， 直到他的体型恢复原状，就可以冲上去海扁他了。这个王我估计数值一高起来就会非常难打，是一只很吃硬件的王。那打掉他之后呢，往前推进，这里就有第3群巨人小怪。我们可以靠边边躲开不打。我后来去偷看了一下主流的路线这波怪通常也是不打的。好，那我们从隧道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副本最血腥、最血尿的区域了。这里的小怪呢，没有一只是简单的。我们同样呢，我们来逐一介绍。首先第一只呢，目光执行者，就是这只脱光光的胖子。他不会什么技能，但他会有一个被动光环，叫做怒气飙升。他每次近战攻击呢，都会提升他的攻击速度。当他的层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他就变得越来越大只。而且打坦呢也会越来越痛，到最后呢是可以直接把你秒杀掉的。那我们要怎么应对呢？就是当他层数高的时候呢，坦克就要快点远离他，
把他带着跟其他怪一起风筝，等他打不到人，层数呢很快就会掉下来了。这只怪呢在这里常会跟刚刚会 Tank Buster 的那只小怪目光烈焰撕裂者一起出现，所以坦克呢这里就是会多辛苦一点哦，能多注意一下就注意一下，不行的话没差也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暴雪的问题。好，那下一只要讲的小怪呢是个副本，不，应该是整个 SE 大秘境最恶心的小怪了，就是这只目光操容者。这个操容者呢，他不止操容，他也操你们。为什么？因为当它的血量到了50%的时候呢，它就会变身。变身之后呢，它就会每秒对群内造成一个痛到靠北的 AOE 伤害。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会说这个副本虐团又虐捕食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放心，不止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它还会放一招叫做黑暗爆发，就是像画面上这个要大家分散站的 AOE。那还有一个要闪开的头前 AOE 有暗影熔岩冲击，就看到记得闪开就行了。那这里的最后一只新怪呢，就是这只目光术士，这是这里比较简单的怪。它会放这个暗焰剑呢，一样有断再断就可以了。它最重要的技能呢是这招暗焰笼罩，这招是钢条，要断的话呢只能用硬 CC 去断。那这一招呢它是一个诅咒，你们可以看到我右上方的 debuff 栏呢被上了一个诅咒。那这个诅咒呢其实就是一个吸收盾啦，要么补士刷爆，要么就是有其他可以解诅咒的职业呢帮你直接解掉。所以可以解诅咒的职业呢这个副本会有不少的优势哦。那这区的其他怪呢都是刚刚遇到过的，记得打断好欺诈者的灼烧心灵，地板剂闪一闪的，大致就是这样子。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在3王前呢会有2只操容者，这2只呢是不能跳了，一定要一起打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可以先优先用单体技能去激活掉1只，这样他们就不会2只一起变身了。但这里相反啊，只要你让他们2只一起变身呢，基本上就是灭团了。这个补士呢绝对是刷不起来的。好的，上王德拉卡燃影者，这几天有打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王有多恶心。这个王呢一共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形态，它会放这个暗焰剑，一样要记得打断。然后是这招暗焰召唤。开仓这招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蛮明显的语音提示哦，打熟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记住。这个技能呢是本场战斗最重要的机制哦，只要处理失败呢就是灭团。我们可以到王会在不远处召唤一个地板的 AOE， 然后过一阵子呢，里面就会刷出一只火元素小怪。这个小怪呢会随机盯着一个玩家跑，只要他一碰到这个玩家呢，他就会炸全团一个近乎秒杀的 AOE。所以一出小怪呢，能转火的就要快点转火。所有控制技能对这个小怪呢都是有效的，所以能丢的都要尽量丢一丢。另外，像是一些长 CC 的控场技能，对这个怪应该都是有用的，像是猎人的冰冻陷阱、小德的缠绕呢，都可以控住这个怪。然后就是 BOSS 呢，他会对3名玩家放一个诅咒，这个叫做混乱诅咒，它跟刚刚术士的那个诅咒很类似，它会给目标上一个40%的治疗吸收盾，但是呢，它也多了一个40%的减速效果，所以跟刚刚那个会追人的小怪加起来会变成一个非常难缠的组合技。因此一样，能解诅咒的职业在这个副本非常的强势，像是德鲁伊、萨满、法师。所以主人的时候呢，可以尽量多挑这些职业。那把他的血量打到1%后呢，他就会哭着呢去找他老妈。然后进到 P2 后呢，他就骑着一只龙妈妈下来了。我们把龙妈妈的血打到50%呢，战斗就会结束。P2 跟 P1 的技能呢，基本上都一样。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呢，刚刚小怪追人的那一招，现在会变成2只，就非常离谱。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只网会这么难的原因了。然后在此之上呢，它会多出几个新技能。第一招呢是目光之击，这招会击退周遭的所有玩家，并造成一个 AOE 伤害。那画面中的捕食呢，就是最好的范例，要小心不要被击退到旁边的悬崖下面哦。感谢这位同仁的应有牺牲，给我们带来这段素材。然后在他放完这招后呢，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很多要闪开的龙卷风。坦克呢也要记得把 BOSS 呢慢慢的带过来，然后 BOSS 呢也会放这个游戏，几乎每一只龙都会放的头前吐息，要记得闪开。坦克呢也要记得把 BOSS 呢面向狭窄的区域，这样他才不会喷到队伍。那这个 BOSS 呢大概就是这样子，虽然技能不多，但应该是这个赛季最难打的 BOSS 之一了，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那打掉他后面的小怪呢，跟刚刚遇到的都差不多，就是欺诈者、术士、执行者的组合。然后在走廊的尽头呢，我们又遇到好久不见的毁灭者。我们这里呢可以把它跟里面的这些爬爬怪拉到一起打。这个爬爬怪呢，它不会任何的技能，但它跟海藻王座最后一区那里的小黑水很类似。它只要死掉之后呢，就会给周遭的玩家挂一层暗影异伤。然后呢，这是可以叠层的。但是呢，打这只小龙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等等就会有差了。然后这边跟刚刚一样，坦克记得卡墙。其他人注意不要掉下去哦，中大的人放好水哦，非常的简单。好，那往楼梯下面走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副本第2恶心的区域了。你们看到这里的地上会有很多的小爬爬，还有一只大怪叫做无面堕落者。这个无面堕落者呢会2个技能，第一招呢就是这个地板技，如果你被打到呢，你就会被心控，所以千万不要踩到。那第2个技能呢叫做腐化。你们知道我玩魔兽世界玩了快20年，我没有看过设计的这么恶心的技能。这个技能它会点一个玩家，对他持续造成一个超级无敌痛的暗影伤害。而且呢是不能断法的，所以你们能做的呢就是开好各键，然后奶妈全力加这个人。那这个技能呢，它最夸张的是，它会吃到刚刚小粑粑死掉自爆后的那个暗影异伤。所以如果你们打到层数比较高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考虑单点先去杀掉这个无面者，不然呢，除非你是猎人、法师、圣骑这种职业，被点掉这招呢，你的 logs 基本上就是灰掉了。
然后呢，你们知道比这更恶心的是什么呢？这里只有一只，王房间的门口呢还有2只，这2只呢是一定要一起打的，而且你看他们旁边还有很多这种小爬爬，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解的，可能就是尽量先集火把大怪给打掉了，不要去 A 这个小怪，然后记得千万不要踩到地板上的紫圈，因为这边有2只大怪，所以会放得非常频繁，变得有一点难闪，尤其是坦克哦，像我这边就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男生呢就懒得动嘛，结果就被吃到心口，没有人顾仇恨，我们就灭团了，所以坦克呢一定要注意。然后打掉他之后呢，我们就来到最后的4王地狱公爵伊鲁达克斯。打这只 BOSS 呢，不管是对心灵还是对视觉来说呢，都是一种折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技能。他的第一招呢叫做虚无怒涛，这招除了会对全能造成一个很痛的 AOE 之外呢，他会在地板上召唤很多的触手。被这个触手抓到，他除了会在你体内灌入满满的虚无能量，造成暗影伤害之外呢，他会眩晕你4秒。所以就算你是耗这一口的，也记得要把持一下自己，因为胜利呢就在眼前了。然后这个 BOSS 他有一招 Tank Buster 叫做碾碎。这个技能它最机车的是，它会击退坦克，所以如果你一不注意呢，就会被打到触手上面。被打到触手上面，被晕眩后呢，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招架跟闪躲，你很容易呢就会被网给拍死。所以坦克要随时注意好自己身后的位置。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他也会招很多刚刚我们遇到过的那种死掉会自爆的小爬爬。这个呢就是坦克带着 A，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 BOSS 最关键的核心机制了。这个技能呢叫做暗影强风，它就放完虚无怒涛，也就是召唤触手完的那招，接着放。这个技能呢讲简单点就是吃鸡，这个圈呢会越缩越小，然后最后呢只会剩下一个小圈呢是安全的。那这个其实蛮好看的就是凭感觉。如果你真的不会看的话呢，就跟队友跑，然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踩到场地上的触手。当这个圈戳到极限范围后呢 ，BOSS 就会点2名玩家一个不能做重叠战的 AOE， 所以这2个玩家呢要在圈圈里彼此分散，剩下没被点的2位呢就找个空隙站。然后这里最变态的是，这个安全区里面呢也是会有触手的。所以空间呢会变得非常的狭窄，你在分散的过程中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踩到触手。这里场地上都是黑黑紫紫的，非常难观察。所以你能做的呢，就是靠意志力去保持专注力了。然后还有一点要提哦，就是刚刚的小爬爬呢，尽量在虚无怒涛施法唱完的前后杀掉，不要太慢杀，这样易伤的那个 debuff 呢就不会跟这个阶段彼此重叠，可以减轻很多的治疗压力。好，那这一次的攻略呢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制作的内容呢对你有帮助，请订阅按赞本频道支持一下哦。光做这一集内容就花了快2天的时间，所以也别忘记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我是亚子，让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